中国地大物博，历史悠久，文化古迹可以说遍布全国。其中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，也有属于自己的古村落、古城镇。这些村落或者城镇，无论他们如今怎么样，不管是繁华与衰落，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，一种文化的沉淀。假如说我们时常去寻找这些地方的记忆，也是一件非常美好、非常惬意的事情。但是众所周知，由于时代的发展、社会的变迁，这些古村落或者古城镇，有些可能比较完好的保存下来了，而有一些可能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安徽黄山的大山深处，这周边真的算是高山林立。今天来探寻一个300多年的古村落，同时也可以称之是一个无人村，就是从古村落变成一个无人村。去这个村落必须相当于是这样爬山上去，因为这个村落是建在半山腰。其实在山区里面，大部分村落都是依山而建，就像这里周边都是高山林立，那村落只能选择相对平缓的山坡而建。我们现在就去这个村落里面走一走，顺便了解一下一个几百年的古村落为何会变成无人村。在这个半山腰还有一条水渠，因为在这种高山上面水资源不多嘛，那灌溉要饮用的话，就要弄一条水渠出来。我在云贵川看到非常多，这里属于皖南嘛，也是大山，跟云贵川是类似的。在这里可以称之为梯田村落，因为这里有很多农田，也是梯田形式的，这明显都看得出来。我们在去这个村落的路上，可以看到很多农田，全部是用石头砌起来的，相当于用石头做地基。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？主要是因为能够阻挡水土流失。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坡度嘛，你不用石头砌平的话，是没法种植水稻或者玉米那些的。所以在很多山区都能看到这种情况。其实来到农村，真的有一点可以发现，到处都能够看到被开垦的农田，基本上每一寸土地都不会浪费。那在这个地方，以前还有一些房屋，可能后面也是拆除了。村落就在这个上面，现在都能零零散散看到一些房屋了，也是跟云贵川一样的。整个房屋是建在一个山坡上面，房屋的旁边就是大片的那个梯田。梯田有好几种啊，一种是干梯田，还有一种水梯田。在云南那边看到的梯田很多是水的，那么在北方还有一些大山里面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些旱梯田，就是干梯田。在路旁边这些梯田里面是种植的稻谷，不过现在已经收割完成了。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收稻谷或者早期栽秧的过程？那确实是非常辛苦啊！你特别是收稻谷，基本上是要夏天以及秋天的时候，大太阳的时候去收割，那是很累很辛苦的。这个村落由于是建在半山腰，所以它是不通公路的，进出的话就靠我身后这样一条羊肠小道，大概宽度的话是80公分。你小孩去上学，以及村里的大人去买东西，或者是要把东西弄进来，都是靠这样一条道路上山下山的，非常不容易啊。走这样一条道路，我们说空手上山都比较难，而当地的村民他们有时候可能要背100-200斤，或者挑100-200斤上山，比较困难。这个百年古村的村民很伟大呀，因为这里的梯田包括房屋都非常多。那基本上每个梯田都弄了很多石头砌起来，就相当于砌墙这样一直过去。这个经过几百年的劳作才能形成这样的场面呢。尽管说这个村落现在是无人村，但是这个农田还是没有浪费的，基本上大家还种植了东西，只是说人不在这里居住。一步一步向前走，这里应该就是到了村头，很明显的见证就是这棵古树。一般大家去一个地方看这个村落的历史，往往在村头
或者村中能够发现古树。那这个古树有多少年，基本上就代表了你这个村落的历史，这个古镇的历史。这个也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走到这个半山腰，发现对面也有个村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山高不高，也相当于是在大山里面的村落，应该还有人居住的，看起来房屋是比较新，不知道有没有通公路啊。我在这里能够看到这个下面也有一条羊肠小道，可能是可以走上去的。哎，看到一位人上来了，不知道是以前住在这里的，还是说来这里游玩的。这个地方跟我在云南看到的一个村落很相像。哎，这里也碰到人，来问一下他们。叔，你是以前住在这里吗？这里也住，外面也住。哦，要干活去进来住在那里面。这个地方搬走了多少年了？搬走了10年了。这个下面你们还种了农田在这里？哎，要住这里，你看，住这里要干活就住在这里。哦，你们就说你在外面，现在那个新的地方离这里远不远？30里啊30里，哎，15公里啊。哎，哇，那挺远的。碰到一位夫妻，他以前是居住在这里的，他简单向我们介绍，他们现在是居住在15公里之外的地方，就是干农活才回来，因为这些土地嘛，还有一部分是他们的，要种植水稻、种植油菜这些，就可能偶尔在这里住一下，因为15公里太远了，你回去的话不方便。这个树木非常巨大呀，大概有500年的历史。这个村落它坐北朝南，地势平缓，俨然一处天然的大阳台。村民大多是姓向，按照他们的族谱记载，他们的祖籍是在江西婺源，因为这边算是跟婺源交界，大概有370多年的历史。也就是说，明朝末年，他们的祖先把村民迁移到这里。这是因为整个村落大概山路蜿蜒，碧水清幽，满眼翠竹如海，古树参天。古徽州有这样一句俗语：树养人丁，水养财。他们的祖先或许是因为如此看上了这块福地，从而呢故将家眷迁移到此来安居。特别是这个村落啊，古树形态各异，妙趣横生，有的树龄超过了600年。你像这些树木都是500、600年的历史，天然的山泉水。很多人会有疑问，那住在这个地方，他们水怎么办？其实很多大山里面反而不缺水，在这个村落到处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水渠，2个作用，一个是灌溉，另外呢一个是防洪。因为如果是下大雨的话，那个水就全部通过这些管道流下来了。因为在这样山坡上面，你如果没有水渠的话，下大雨很容易引发山洪，或者说引发那个水土流失，导致房屋倒塌。有这个水渠就能避免。现在应该算是真正进入村里面了，房屋一栋连接着一栋，都是老房子啊。这个以前就是一个古村落嘛。我们这样说，如果30年前，你像这些房屋全部看不到，可以说是古色古香的一个地方。在皖南这边，很多古村落就跟江西一样，不管是刚刚在村口，还是来到村里面，发现到处都是石头。说的简单一点，这个村落可能就是由石头以及这些青砖组成的一个村落。因为在古代没有说我们现在这么多水泥钢筋，那么村里面呢，基本上是用石头铺路，还用石头做地基。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户人家进去。这些道路都有点像那古道，特别是我们在云南看到一些茶马古道嘛，这里真的有点相像啊。这个房屋它那个粘合剂还是用黄泥土的，因为在早期条件不好的话，很多人建房屋都是用黄泥土，或者是这种黄泥土作为粘合剂。这里很多已经倒塌了，因为时间长没人居住的话就不行。这些全是老房子，那这里以前应该是一个商铺。这种房屋历史也很悠久了，我们别说几百年，70、80年肯定是有的。看到墙上到处写了撤离方向，
这是因为这个村落当时是被确定有滑坡的危险，因为属于在一个半山腰嘛，所以呢才搬走了。这个宽窄小巷，清静幽深，在城市里面的人可能真的很少见到这样的场景。你看，房屋基本上是接着房屋，都比较小的。走到农村，其实有一点可以发现，往往厨房比城市里的卧室都大。这个是土灶，这里有2口锅。我在以前还看到有3口锅的土灶。一般这里是炒菜，然后这里是煮东西或者是那种蒸饭。因为我们现在一般蒸饭都是用电饭煲，那是用电。以前的话没有的话，就是靠蒸饭。当然条件好了，就换了这种设备了。还有一点，你看碗柜，这些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，包括下面这个装米的米桶、水缸，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？然后上面一个，这种是一个我们说的收纳盒一样的，这里叫吊篮，这个很多人都没看过吧？其实这样的村落真的是很多人的回忆啊。你像刚才我们碰到的那位夫妻，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出过太阳的门，基本在这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。这里应该是这个村落的中心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房间里面基本是没有自来水的，那村民喝的水都是从这里提回家去。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水窖一样的，这个水都是从山顶下面来的。我看看这个水冷不冷啊？哇，好冰啊！村民休闲中心，就以前在这个地方啊，很多那些老人呢，都会在这里闲聊。因为像这样的村落啊，就算有人在，基本是老年人。再来看一下这个厨房，如果大家了解过农村生活的话，应该可能还会知道，厨房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，相当于是团聚，大家交流的地方。你想一天快结束了，读书回来的孩子以及父母干完农活，都会在这个厨房。小孩烧火，父母炒菜，另外的人就站在旁边或坐在旁边，一天聊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。因为厨房相当于是一个聚集地嘛。这里基本都是2个灶，这个应该时间没多久。这厨房的面积是不是挺大的？比城市里面很多房间都大。这种房屋的历史也很悠久，你别看外面都是石头跟砖，其实里面呢就是木头的。一般赣派建筑、徽派建筑都是如此。上面还有个喜字，有人以前在这里成家。我们就不进去了，可能都差不多。反正你来到江西或者安徽皖南，你看到很多建筑，外表看起来可能都是砖头，其实内外区别还是很大的。这些都是老房子，所以才能称得上是古村落嘛。只不过呢，有一些是经过修缮，真的太幽静了。这还好是白天，如果晚上来行走这个地方，真的是很害怕呀。这里现在已经没有电了，只有水。你看看里面的话，基本都是这样的小道路。它村落进出的话，完全是靠人工，自行车、摩托车也用不了，连那种手推车都不行，因为全是石头。这村看起来挺大的，我不知道他们很多房屋都弄成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很奇怪啊！难道是他们建房屋的一种传统形式吗？走到这个地方，我特别有感觉，仿佛回到了以前的家乡，以前小时候的样子。就像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可以跟左邻右舍聊天，或者是站在这个门口。农村就是一个好处嘛，旁边都是邻居，都能够认识，都能够交流。你像特别这些老人，他们的小孩都出去上班了，那么他们怎么办？只能说左邻右舍聊聊天，这样才会好一点。那像我们小时候吃饭就端个碗，坐在这里或者站在这里，旁边都是如此，都差不多。这也是一栋老房屋，进去参观一下。这边就是厨房，比刚才看到的会小一点。这个灶台也是后面经过翻修的。去房间里面走一走，
看看以前农村的房屋是什么样子的，全是木头啊。那这里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厅，这些有些是经过修缮的，也是2层啊。你像这样的房屋真的是很少见。这个房屋外面可能有70、80年的历史，那里面呢经过修缮可能就时间短一点，再逛一点就差不多了。真的是非常清静的一个地方，越到后面的房屋越古老一样。哇，全是这样石头。那么大家觉得它的这石头是从哪里弄过来的？这周边有石山吗？要不然这个村里面的石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啊，全部是用石头组成的。你像这块石头估计有几百年的历史。这个村落尽管说变成无人村才10年，但是里面的房屋很多都已经开始慢慢的倒塌了。我刚才问那对夫妻，他们说这个村落人多的时候差不多600个人，传承了将近400年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村落辉煌了400年，如今就变成了无人村。可能以后这些房屋慢慢的也会消失在杂树杂草当中。当然，这个古村落变成无人村是有原因的，主要就是受到地质灾害的影响，因为房屋都是建在山坡上面，这里有滑坡的危险，所以大家才迁移走了。